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在大量的人类被清除出劳动市场，人类的劳动价值快速的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甚至是全球人口断崖式下跌的这个未来里面，会有一部分的人能够断层式的超越大部分人，而另外一部分人会走向像25号宇宙里面老鼠那样的命运。这一期我就来分享一下我认为这两种人都是什么样的人。那想要断层式的去超越大部分人的话，我们到底需要点什么？25号宇宙这个实验人员给老鼠创造的衣食无忧的乌托邦式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实验人员本来以为老鼠的数量会一直的增长下去，结果没过几代，老鼠就开始出现了很严重的心理问题，也出现了像这个焦虑孤僻、自恋、易怒这些跟现代人很类似的特点。最后结果就是老鼠们疯的疯，死的死，种群数量归零。我们经常会拿这个25号宇宙跟人类社会相对比或者说作为一个警示吧。但是呢，如果直接拿人类社会跟这个老鼠的乌托邦相比的话，我认为里面其实是有两个漏洞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实验里面其实不只是老鼠这么一个角色我们如果把视角再放得宏观一些的话，把这个视角再拉开，那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事件里面还有一个角色，就是给老鼠源源不断提供资源来维持这个乌托邦的这个实验人员。另外一个漏洞呢，就是实验里面的老鼠其实只有一种人格，但是人类是可以被归类成两种人格的。这么说起来不好听，但是呢，其实是现实。这个世界上的人其实是可以被分成强人格和弱人格。拥有强人格的人可以审视自己的情绪，整理自己的情绪，最终去管理自己的行为。但是有弱人格的人就不会过滤自己的情绪，也不会去管理自己的情绪，他是以情绪主导行为的。拥有弱人格的人是绝大多数人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人会非常自然地认为解决外界的人和环境是改变自己生活的这个核心，他们宁愿去攻击其他人，也不会承认自己的软弱，而且越软弱的人越需要通过对外的这个攻击性去掩饰自己的软弱。如果说拥有弱人格的人智商再高点，学历再高点，那就更容易去合理化能够体现自己弱人格的这些非常愚昧的行为，而且呢，这过程还能显得很高深，很有逻辑。在25号宇宙这个实验里面，实验人员其实代表的就是一种强人格，他可以通过观察来确定应该提供多少资源才能够维持这个老鼠的乌托邦的环境。而这个老鼠代表的就是弱人格，雄性不再做出交配的行为和保护的行为，雌性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最后老鼠们同类相食，无序暴力，种族灭绝。所以25号宇宙这实验里面的老鼠的命运呢，不能直接说成是人类的命运它更像是拥有弱人格的人在不需要给社会创造价值的这个世界里面会经历的命运。这2年被讨论的很多的一个政策就叫做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全民基本收入。Elon Musk 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觉得这个还不应该光是全民基本收入，应该是全民基本高收入。It wouldn't be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t would be universal high income. Work will be optional. Work optional, yes. Will you work? I'll try to work, yes. 而之所以他会预测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会出现这种全民基本高收入的政策呢，他虽然没有直说也可能是我没有看到，但是我对这个观点的理解就是这个是由我们所处的经济结构的变化速度远远的超过了绝大多数人能够适应这种变化的能力而导致的。而这一次的经济结构变化呢，会让拥有强人格的人和拥有弱人格的人这2种人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命运，而且呢，很有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下一代。我们来想一下在过去的这个将近300年的时间里面，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现在，我们的生产效率是越来越高效的嘛？那人类一直在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用最少的人力消耗去获得最大的产出。想要实现这个目的，需要借助呢就是越来越先进的机器。但是我们来想一下这个目标的终极形态它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人类会以无限接近于零的
劳动力消耗，去获得接近于无限大的产出。也就是说，我们是有理由猜测，每一波的这个工业革命都会从劳动力市场里面清除掉一部分劳动人口，而且呢，随着技术的革新每一波革命制造的失业情况都会更加严重，大量的人类会被人工智能清除出劳动市场。那这些人应该怎么办呢？我知道有一种说法是，就是工业革命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回了，人们会出于生存的考量去掌握新的技能，然后从而适应一些新的生产方式。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跟之前的情况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信息传递现在实在是太快了，这些信息很容易就让经历这个失业过渡期的人情绪更加激烈。失业人口里面弱人格一定是占大多数的。不是因为失业的人他就一定是拥有弱人格，是因为这个弱人格呢是非常自然，是自然可以产生的一种人格。因为我们这个人的下意识就会去让我们去做当下让我们感觉舒服的那个选项，而不是放弃当下的这个舒适感，去选择未来的这个目标，除非我们去刻意的打断这个自然的选择机制。但是咱们都知道，10个人里面能不能有1个人是强人格，这都不好说。不过我觉得呢，我这个频道里面拥有强人格的观众密度应该还是比较高的。全民基本收入这概念呢，非常符合弱人格这个对外归因的这个特点，就是失业它不能是我的问题而是因为邪恶的资本家开发出了人工智能，所以我需要因此得到补偿嘛。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上的消费行为它不一定会因为有很多人的失业，经济里面的这个消费端的消费速度就会下降，反而很有可能是由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这个推行，这个消费端的行为会维持不变或者是上升。那疫情期间美国政府给大家发钱这个事儿就算是一个测试了，但是由富转贫的时候，这个痛感是相当的强烈的。所以全民基本高收入不发生的代价可能就是社会秩序的混乱，但是发生的话当然也是有代价的，人们手里面一有闲钱就会去做一些投资嘛。所以入门门槛非常低的交易市场出现大幅度震荡的可能性会变得越来越高。咱们说实话，绝大多数人有投资行为的人觉得自己是在投资，其实他们是在消费，而且很多的机构就指望着更多人在低门槛的市场里面消费呢，不然怎么要不然怎么赚钱呢？也就是说，在大量的人出现这种需要外界补偿我的这个心态的时候，建立一个25号宇宙一样的乌托邦世界就变得非常的合理了。有弱人格的人群就会停止生产，进入一个被圈养而不自知的这个状态里面，而实验人员，也就是这个社会的生产端，会因为跟老鼠，也就是实验对象，这两者观察世界的视角不同，而去不断的去给消费端提供资源，获得大量财富和对未来和社会的掌握权的可能性就更大。我相信在我这频道追剧的朋友们应该都是可以分得清什么是生产端，什么是消费端的。如果还是分不清，可以去看我之前的一期影片，我把这个链接呢就放在影片的某一个角落，或者也可以加入到我邮件列表里面，我偶尔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工作的时候了解到的一手信息。这次人工智能革命造成了一个会很令人恐慌的思考，就是人通过几年、10几年或者是几十年掌握的这个技能，能够轻易的被人工智能在几分钟之内就学习到，而且利用到实际的工作里边。那人学习和工作的意义它又在哪里呢？人类劳动的价值又在哪里？那一个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在未来5年或者是10年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浪潮中不被淹没呢？或者是说不会成为25号宇宙里面这个实验对象呢？这个我必须得码一下这个运行了300年的大型洗脑系统。现在美国的这个公共教育体系是沿袭的18、19世纪普鲁士的教育体系。不光是美国，很多其他的国家其实也都是用了同一个思路。华人群体我相信大多数也是在这种普鲁士教育体系里面被培养出来的，而且只会比美国这一套更严格。普鲁士教育体系呢最早是拿破仑时期提出来的，
小学阶段的这个义务教育，后面的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这些都是普鲁士教育制度设计出来的。那目的除了是提高社会整体文化程度以外呢，也是为了国家系统性的在不同的领域去批量生产劳动力的一种高效的方式。那这个制度成效当然是相当明显的，确实是让德国的这个人口素质迅速的提高了起来。不过这条路后来让德国走的也有点邪乎了就是这个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个服从性高到离谱，甚至失去理智的德国嘛。所以现代教育体系里面这种细化过的学科概念不是什么理所应当的事情。首先，这是一种用语言来定义和整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方式，但是它并不是世界运行规则本身。另外细化过的学科是可以打破一个人对于世界了解的整体性的，转而呢掌握分化过的专业知识。这种模式更有利于国家进行高效的生产。工业社会里面，别管是机械革命电气革命、信息技术自动化的这些革命，人们的劳动力和技能都是可以被分类的。这种模式延续了好几百年。普鲁士教育制度为基础的这个教育系统，跟工业时代里面国家的生产方式匹配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作为参与者就会觉得这个升学考试选专业拿学历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人工智能时代，事情开始起变化了。任何可以被定义的知识，人工智能都可以很快的去掌握，什么学科都可以。人工智能又不用参加义务教育，为了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选专业，这思路很明显它越来越行不通。选个好专业，找一稳定的工作，至少在人工智能时代往好听了说是给自己人生的上限设置了一副枷锁，往不好听了说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行为，而且这火还是青蛙自己给自己点上的。咱们现在看这个达芬奇，觉得他是一全才，他是一博学家嘛，什么音乐艺术建筑、数学、天文、解剖学，他什么都会，没有他不会的。但我觉得这事儿这个大概率的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达芬奇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我要当一什么全才，他的思路很可能就是我就想把我这画画好，但是我这画里面这人这胳膊怎么就看起来这么奇怪呢？要不我研究研究人体结构，那解剖的时候又发现不同的器官可以组合到一块形成一系统，这挺有意思的。是不是只有人这样，还是动物植物它也有类似的这种情况？那不同地区不同环境的动植物用的是同一套系统吗？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造成了这些不同之处呢？我就想研究清楚我想知道的这些东西，我这工具也不太齐全呢，要不我顺手我造几个吧。你看，就是达芬奇他成为全才肯定不是因为他想要当画家、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动物学家，或者是说什么植物学家、气象学家、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发明家，是吧？他很可能就是实在你怎么上沙发了，是因为他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好奇心，再外加上他确实肯定是一高智商人才，在他闲不下来的这个人生里面，不小心他成了一个全才。要是达芬奇生活在现代的话，那八九不离十，还不得给诊断成一个什么 ADHD 这其实是一个妥妥的生产者的思维创造始于好奇心，然后去执行，然后遇到问题再激起好奇心，然后去主动填补知识的空白，再去执行，再遇到问题。那这个反馈，这个回路无限循环的过程中想法和产品就都出现了。我现在就回想一下我小时候就一直都是那种老师看不惯但是又干不掉的那种学生，就因为我只会在我想学的时候去学一些我想学的东西，去看一些我想看的书。在上初中和上高中的时候都被教导处主任当众咒骂过，虽然说我嘴上说的是行我错了，但是我心里想的是我原谅你了，你明显这素质是不太高，陪你把这段演完就得了。所以在我个人经历这块，我是挺拒绝被规训的那么一个人，可能也是因为我家里面是实施的一种散养式教育。如果一个事儿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事儿理所应当的，那我第一反应一般就是去思考一下，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角度我还没有考虑到的。工业社会呢，把每一个人都是当做可以替代的生产工具来培养，这一批消耗的差不多了就换一批，
那每3-40年都可以换一批。后来给换生产工具这个事儿还设计了一个挺好的词儿嘛，叫退休。我前阵子去了那个 CES 嘛，就看了很多不少做那个灵巧手的那种公司。这种项目虽然说已经不是说特别新鲜了哈，但是确实是不难预见到灵巧手替代重复性的工作，这是一个一定会实现的一个未来。毕竟雇佣人的这个成本是在不断的上涨的，但是根据工业发展的这个趋势来看，机器的造价和维护成本应该是越来越低的，所以需要高服从性和高重复性的这个工作肯定是会被替代的。而这种性质的工作符合普鲁士教育体系制造出来的绝大多数的人。如果我们逆向思考一下这个情况的话，那不容易被替代的人应该是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这些人需要的是高合作性、低服从性、高创造性、低机械性，还有一个就是能够站在自身视角之外去审视自己思维的能力。其实这还有一个特高级的名字，就叫做元认知。如果说我们把一个人当做一个复杂的系统的话，元认知这能力就是给自己的这个认知上限开了一口子。你默认这复杂的系统永远都是有 bug 需要被修复的，也永远都有升级的空间。但是这个元认知是用来对内寻找问题，然后从内部解决问题的，而不是对外寻找问题，然后要求外界去解决问题的。所以我刚才说那些不容易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那些点或者是说能力，跟这个智商学历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拥有一个强人格，这个是必须的。这个人格的建立方式其实有很多种，但是有一个东西不能绕过去，就是失败。而且需要在各种领域大量的经历各种各样的失败，直到失败所造成的这个痛感周期越来越短，心态恢复到平和的这个速度越来越快，这时候你就获得了一种超能力，叫做韧性。有一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就是杀不死你的都会使你更强大。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大脑的反馈机制，就是尝试失败，整理情绪，第三方视角进行复盘，寻找自身漏洞，修正后再尝试，把每一次的这个失败当作机会，而不是当作情绪的这个洼地。马云说了一话挺经典，就是说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数人死在了明天晚上。这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就是说你说了这么多，我到底应该学点什么东西才能够不成为那25号宇宙里面的老鼠呢？你可以去学任何东西，也最好去学你有办法接触到的任何的东西。但是你学的不是这些可定义的知识本身，而是学这个知识背后的这个系统。举个例子，如果说你学的是一个神经学，你学的重点不是这个专业术语，而是神经学作为一个系统，它怎么样传递信息，怎么样做决策，怎么样跟比如说像骨骼呀、血液呀、内分泌呀、免疫系统这些其他的系统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你要了解的是这个系统里面的因果链条它在哪儿，它跟其他系统之间的这个因果链条又在哪儿。你了解到的因果链条越多的话，你在脑子里面建立起这个认知系统的可替代性就越低，而最终你就一定会走向一个学科，就叫做哲学，也就是超越了可定义的知识，进入了讨论不可定义知识的范围。而这个领域所具有的对于不确定性的讨论，就进入了一个我们没有答案，人工智能也没有答案的这么一个状态里面。一个人如果能够在这个领域依然有思辨力和判断力的话，那这个人的价值就是很难被替代的。这个也完全符合高合作性、低服从性、高创造性、低机械性，还有拥有元认知的这几个特性。过年了，我祝大家都能够积极选择站在生产端，拥有强人人格，成为25号宇宙里面那个实验人员。